今晚，我们不只是抬头看星星，我们要把镜头一点一点往外推，先越过月亮，越过太阳系，越过银河系那条发白的光带，再往更远的地方走，走到星系像尘埃一样稀疏，走到时间本身开始变得陌生。你会发现，宇宙最震撼人的地方，往往不是它有多亮，而是它有多少东西安静地藏在黑暗里。看不见的暗物质支撑着星系，摸不着的暗能量推着空间加速膨胀，听不见的重力波从黑洞碰撞的深处传来。宇宙像一座巨大剧场，我们看见的星光只是舞台上一小束灯，真正的剧情很多时候正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发生。而故事要从一个看似简单，其实最让人不安的问题开始：宇宙到底有多老？宇宙的年龄，我们以为知道答案，但答案可能并不安分。今天主流宇宙学告诉我们，宇宙大约有138亿年历史。这个数字不是凭空猜的，它来自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测量，也来自对宇宙膨胀速度的推算。你可以把那片微弱的背景辐射想象成一封从宇宙童年寄来的信，它穿过漫长的黑暗，穿过星系的诞生与死亡，最后抵达我们的望远镜。可是事情偏偏没有那么干净。有些古老恒星和早期星系看起来似乎老得过分，有些测量宇宙膨胀速度的方法也给出了彼此不太一致的答案。科学家还在争论，是不是我们对暗能量的理解太简单，是不是膨胀速度本身也在时间里悄悄改变。大多数天文学家仍然接受138亿年这个估计，但真正让人后背一凉的是另一个问题：如果我们所谓的开端并不是真正的开端呢？如果大爆炸只是一个更长故事里的某一幕呢？第一道光。宇宙曾经是一团看不透的雾，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去，倒回到宇宙刚诞生后的38万年。在那之前，宇宙不是今天这样透明、深邃、安静。那时候的宇宙更像一锅滚烫发光的浓汤，热、密、混乱，光一出现就被粒子撞散，根本走不远。也就是说，宇宙那时虽然充满光，却什么也看不清，直到它慢慢膨胀，慢慢冷却，电子和原子核终于结合，形成原子。那一刻，迷雾散开，光第一次可以自由前进。这道光就是今天我们探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它不是来自某颗恒星，也不是来自某个星系，它来自宇宙本身，而且它至今仍在我们周围。你坐在房间里，它在；你走在夜路上，它也在；你睡着的时候，它仍然像极远处的微弱余温，静静穿过这片空间。我们平常感觉不到它，是因为它太冷、太弱、太古老。但它提醒我们，所谓黑暗并不是空无一物，黑暗里藏着宇宙最早的记忆。空间不是盒子，它自己就在膨胀。很多人想象宇宙膨胀，会以为它像一团烟雾，在某个更大的空间里散开。但真正反直觉的地方在这里，宇宙不是在空间里膨胀，
宇宙本身就是正在被拉长的空间，这就像一块面包在烤箱里膨胀，葡萄干彼此远离，不是因为葡萄钳自己在奔跑，而是面包本身在变大。星系也是如此，遥远星系离我们而去，不一定是它们像火箭一样飞走，而是我们和它们之间的空间正在被宇宙拉长。距离足够远时，这种拉长甚至可以让星系退行速度超过光速。这并不违反物理定律，因为没有任何物体在空间中超光速移动，是空间本身在安静而无情地扩张。所以，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并不是宇宙真正的边缘，它更像一个视野泡泡。泡泡之外，也许还有更多星系，更多恒星，甚至更多我们永远无法看见的故事。宇宙没有把墙立在那里阻挡我们，它只是把距离拉得太长，让某些光再也走不到我们面前。4. 流浪行星，没有太阳的世界也在黑暗里漂流。我们熟悉的行星都围着恒星转，地球围着太阳，月亮围着地球，这种秩序让人安心。但在银河系里，有些行星没有太阳，它们被称为流浪行星。有些可能原本也待在某个恒星系统里，后来因为引力混乱被狠狠甩了出去。有些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孤独形成，像一颗没能点燃的失败恒星。它们没有日出，没有日落，没有温暖的阳光照亮天空，只有遥远星光，像冰冷海面上的微弱灯火。天文学家估计，银河系中这类孤独天体可能数量惊人，甚至可能比恒星还多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看不见的黑暗里，可能飘着数十亿个没有名字的世界，每一个都在旋转，每一个都在前进，每一个都像被宇宙放逐的岛。5. 钻石行星，宇宙有时荒凉，有时又奢侈的不可思议。在某些恒星系统里，化学条件和我们的太阳系完全不同。如果一颗行星形成时，碳比氧更多，压力又高到不可思议，那么碳就可能被压成结晶结构。换句话说，它可能是一颗钻石星球。当然，这不是珠宝店橱窗里那种闪亮、切割精美的钻石，它可能炙热、致密，表面环境极端，近看也未必浪漫。但在它深处，巨大的碳晶格可能延伸数千公里。想一想，我们在地球上把钻石当成稀有宝石，而宇宙却可能把整颗行星压成一块庞大的碳晶体。宇宙从不缺想象力，它可以造出岩石世界、气体巨行星，也可以在某些角落造出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晶体星球。6. 中子星，一茶匙物质重得像一座山。恒星的一生看起来遥远而安静，但实际上它们从诞生到死亡都充满燃烧、震动、挣扎与告别。当一颗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，它可能爆发成超新星。爆炸过后，核心被压缩到极限，留下中子星。中子星很小，直径可能只有20公里左右，一座城市的大小，但它的质量却可以比太阳还大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里的物质密度已经高到我们日常语言几乎失效。一茶匙中子星物质
可能重达数十亿吨。如果你把一滴中子星物质想象成雨滴，它落到地球上，重量可能超过珠穆朗玛峰。在那里，原子不再像我们熟悉的原子，电子和质子被挤压到一起，形成中子。整颗星像一团被重力揉紧的超高密度物质。它不是普通的星，它是恒星死亡后留下的一个极限答案。7. 黑洞，有些死亡没有爆炸，只有突然熄灯。我们常以为大质量恒星死亡时一定会有一场壮烈的超新星爆炸，照亮星系，震撼深空，向宇宙给它的最后掌声。但有些恒星的结局可能安静得可怕，它们质量太大，核心坍缩得太快，引力一旦占上风，连外层物质都来不及炸开，就直接向内坠落。没有烟火，没有告别，甚至没有明亮的终章，只有一颗恒星突然从天空中消失。这叫直接坍缩，它留下的是黑洞。黑洞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它吞噬光，更可怕的是它让时间、空间和因果都开始变得陌生。在黑洞附近，时间会变慢。对远处的人来说，你在黑洞边缘停留几分钟，也许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了很久。这不是单纯的科幻想象。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，重力越强，时间越慢。我们甚至在 GPS 卫星上都必须修正这种时间差。只是在黑洞附近，这种差异被放大到令人敬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黑洞不只是抓住光，它也拖慢了时间本身。8. 光也会迷路，重力透镜把同一个星系变成多个影子。我们习惯说，光沿直线前进，但在宇宙里，直线并不总是直的。当光经过巨大的星系团，时空本身会被重力弯曲，于是光的路径也跟着弯曲，就像穿过一面宇宙级的玻璃透镜。这就是重力透镜效应。有时候，同一个遥远星系的光会沿着不同路线抵达地球，于是我们在天空中看见2个、3个，甚至更多个相同影像。它们不是复制品，它们是同一束古老光芒，走了不同的路，最后在我们眼前重逢。更奇特的是，如果角度刚好，光会被拉成一个环，那就是爱因斯坦环，一圈漂浮在黑暗中的光环，看似神秘，背后却是时空被重力弯折的证据。宇宙从来不是一个空盒子，它更像一张会弯曲、会颤动、会记住时间的布，而光只是在这张布上寻路。9. 暗物质，你睡着时，它也正在穿过你的身体。现在，把镜头转向真正看不见的东西。暗物质，它不发光，不反射光，也不吸收光。你摸不到它，看不见它，感觉不到它。但如果没有它，星系可能根本无法保持现在的样子。天文学家发现，星系外围的恒星运动得太快了，按照可见物质的重力，它们本该被甩出去，可它们没有。于是科学家推测，星系周围还有一种看不见的质量，像无形的支架，默默把星系拉住，那就是暗物质。我们的银河系
也被巨大的暗物质光晕包裹。当地球穿过这片光晕时，可能每秒都有大量暗物质粒子穿过你的身体。你不会痛，不会热，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它们像幽灵一样穿过你，穿过墙壁，穿过地球，继续朝宇宙深处前进。看不见，不代表不存在。有时候，宇宙最有力量的东西，恰恰是不发光的东西。中微子，每天有无数宇宙信使穿过我们。暗物质不是唯一的幽灵，此刻还有另一种粒子正在穿过你的身体。中微子，它们来自太阳，来自爆炸的恒星，也可能来自宇宙早期。它们极轻，几乎不与物质反应。大量中微子可以穿过整个地球，就像穿过一片空气。地下深处的探测器偶尔能抓到其中1、2次罕见碰撞，但大多数中微子只是悄悄路过，你感觉不到它们，但它们一直在。这让人意识到一件事：我们以为身体是封闭的，房间是安静的，世界是稳固的，可在微观尺度上，宇宙从未停下。有无数看不见的信使正在穿过我们的生活。真空并不空，虚无之下仍有颤动。说到太空，我们总会想到真空。空，没有空气，没有声音，什么都没有。但量子物理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真空并不是绝对空无。在最小尺度上，所谓虚无，其实像一片不安分的海。粒子和反粒子短暂出现，又几乎立刻消失。这些量子涨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，它们微小到不可思议，短暂到几乎像没有存在过。可正是这种最细微的颤动，可能在宇宙最初的暴胀阶段被急剧放大。原本小到不能再小的起伏，被拉伸到宇宙尺度，它们成了物质聚集的种子。后来有了星系，有了恒星，有了行星，也有了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你看到的银河、星云、夜空，甚至我们自身，可能都可以追溯到宇宙最早的一次微小颤动。宏大的宇宙剧场可能从最微小的一次不确定开始。星系像城市，也像神经网络。如果把镜头拉到更远，远到单个星系都变成小点，一幅惊人的图案会出现。星系不是均匀洒在太空里的，它们沿着一条条细长的丝状结构排列，中间隔着巨大的空洞。这就是宇宙网。那些密集的节点像城市，那些连接节点的丝状结构像道路，也像神经。当你看到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图像，很难不想到人脑里的神经网络。当然，宇宙不会像人类一样思考，这种相似更多是结构上的，而不是功能上的，但它仍然让人感到震动。最大尺度上的宇宙和我们头脑里最精细的网络，竟然在形态上有某种遥远的呼应。庞福世界在不同尺度上反复写下相似的笔记。星星会唱歌，只是我们听不见。太空中没有空气，所以声音不能像在地球上一样传到我们耳朵里。但恒星本身并不是沉默的，在恒星内部，压力波会来回震荡，
就像地震波穿过地球。这些震动会让恒星表面微微起伏，亮度也随之产生细小变化。科学家透过这些变化，研究恒星内部结构。这门学问叫星震学。太阳也有自己的震动，它像一口巨大而低沉的钟，在等离子体深处持续轰鸣。我们的耳朵听不到，但仪器可以。于是，天文学家不只是看恒星，他们也在某种意义上聆听恒星。每颗星都有自己的节奏，自己的年龄，自己的内在声音。宇宙并非安静，只是它的音乐常常低于人类的听觉。14，月亮正在离开，每年3公分多的告别。把视线暂时拉回我们身边。月亮，它看起来永远挂在那里，安静、熟悉、可靠，但它其实正在离开地球，每年大约远离3公分多，差不多就是指甲生长的速度，很慢，慢到人一生几乎感觉不到。但在亿万年尺度上，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。原因是潮汐摩擦，月球拉动地球海洋，地球自转又把能量慢慢转移给月球，让月球的轨道逐渐向外推。早期的月亮离地球近得多，那时候的一天也比现在短得多。未来，地球和月球可能会逐渐进入更深的潮汐锁定。所以，当你下一次看见月亮，不妨想一想，它不是静止挂在夜空，它正一点一点从我们身边退开，只是它走得太慢，慢到像一种温柔。15，太阳也不是静止的，我们正在螺旋前进。我们常把太阳系画成一张平面图，太阳在中间，行星一圈一圈绕着它转。这样画方便理解，但它不完整，因为太阳本身也在绕银河系中心运动，速度极快。于是行星不只是围着太阳转，它们还跟着太阳在银河中一起前进。如果把这种运动合起来看，行星的路径更像一条螺旋线。地球不是在原地绕圈，它是跟着太阳，带着月亮，带着我们所有人，在银河里疾行。我们坐在椅子上，以为自己静止，可实际上，我们跟着地球自转，跟着地球绕太阳，跟着太阳绕银河系，还跟着整个银河系穿越更大的宇宙结构。宇宙没有真正的静止，只有一层套一层的运动。我们从未感觉到这场舞蹈，却一直身在其中。16，仙女座正在靠近，一场已经开始的星系相遇。在北半球晴朗的夜晚，如果远离城市灯光，你可能看到一团柔和的椭圆光斑，那就是仙女座星系。它距离我们约250万光年。你看到它时，看到的不是现在的它，而是250万年前出发的光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正在靠近银河系。大约40亿年后，仙女座和银河系将开始合并。听起来像灾难，但星系碰撞不像2块石头撞在一起。星与星之间距离太大，大多数恒星会彼此擦肩而过。真正发生的是引力在漫长时间里改写结构，2个螺旋星系将互相拉扯、变形、融合，最后可能形成一个更大的椭圆星系。而且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
这场相遇已经开始，因为两个星系外围巨大的气体晕可能早已接触。我们不是在等待一场遥远事件，我们已经站在这场宇宙会面的开端。17. 银河系有味道吗？答案比玩笑更有意思。有一个说法很有名，银河系中心闻起来像覆盆子和朗姆酒。这听起来像玩笑，但它背后确实有天文化学的影子。天文学家在银河系中心附近的分子云中发现过甲酸移植等有机分子，这类分子在地球上和某些水果香气、酒香有关。当然，太空真空不会像空气一样把味道送到鼻子里，银河系中心也不是一杯酒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深空里存在复杂的有机化学。星际云中不只有氢和氦，也有醇类、糖类，甚至生命化学所需的前驱物。它们还不是生命，但它们像生命出现之前，宇宙先准备好的字母。恒星之间的黑暗不只是荒凉，有时它也在悄悄酝酿化学的可能。18. 黑洞会合并，时空本身会起皱。当两个黑洞彼此绕行，它们不是安静的转圈，它们会把时空搅出涟漪，这种涟漪叫重力波。黑洞越靠越近，旋转越来越快，最后合二为一。那一瞬间不一定有光，但整个时空会像被敲响的鼓面，产生向外传播的波。2015年，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黑洞合并的重力波，那是爱因斯坦100年前预言过的东西。这些波抵达地球时极其微弱，对空间的拉伸小到难以想象，但我们还是听见了，不是用耳朵，是用极其精密的仪器。那一刻，人类不只是看见宇宙，我们开始听见宇宙。即使黑洞沉默，时空也会替他们留下声音。19. 宇宙的未来，星光会慢慢熄灭，但故事未必结束。现在的宇宙还算年轻，恒星仍在诞生，星系仍在碰撞，气体仍在聚集，宇宙像一个漫长春天，仍然有星火被点燃。但这种状态不会永远持续，在极其遥远的未来，新的恒星会越来越少，老恒星熄灭，白矮星冷却，黑洞孤独地留在黑暗里，星系之间因膨胀变得越来越远，远到彼此看不见。宇宙可能走向热寂，不是一场爆炸，不是戏剧性的中场，而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冷却，像一片没有海岸、没有风、没有波浪的黑暗海洋。但故事也许不一定就此停止。有些理论认为，宇宙可能经历膨胀与坍缩的循环。有些想法甚至推测，新宇宙可能从黑洞、量子涨落，或我们尚未理解的物理机制中诞生。这些仍是推测，但它们让人忍不住想，结局里会不会藏着另一个开始？沉默之后，会不会还有下一次低语？20. 结尾，我们不是宇宙的旁观者。回到此刻，回到地球，回到你所在的房间，回到你抬头看夜空的那一秒，你以为自己站在宇宙之外，正在观看它，但其实不是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在你周围，中微子穿过你的身体，暗物质可能正无声掠过你的身体里，
有早已死亡恒星制造出的元素。你脚下的地球跟着太阳在银河里螺旋前进。我们不是宇宙的观众，我们是宇宙故事的一部分。我们的血液、骨骼、呼吸、记忆都和那些恒星的生死有关。所以当你在看星空，不要只把它看成远方，那不是远方，那是我们来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正在其中航行的地方。宇宙并不喧哗，它只是一直在黑暗中低语，而人类用了漫长时间，才终于学会安静地听。